这个供应商可是你找来的。施总这是在怀疑我吗？我很难不这么想。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你是知味集团的千金，沈志宏的女儿。你怀疑当年知味破产跟欧曼有关系，所以你接近泽良，混入欧曼，就是为了等待一个时机整垮欧曼。欧曼前脚才向外界做出承诺，要确保蓝田湾项目的质量，后脚就出了这个事儿。苏协议，你真够狠的呀！我没有。谢一，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这个供货商是从哪儿找的？是明浩哥介绍给我的。谢明浩。我知道了，谢一，你先出去吧。这件事已经不能再拖了，媒体一直在追问真相。我把发布会安排在了明天，到时候直接公布调查结果。我知道了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不会还想袒护他吧？施总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公事公办。不过你仔细想一想，这两件案子如果连起来看，根本不像是偶然。我怀疑，有人是想借用苏写意的名义，达成打压欧曼的目的。好，那我祝你早日查清真相。我会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写意竟然是知味的千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刚本来想给石总送文件的，刚到门口就听到这个消息，吓得我都没敢进。破产千金复仇大捷，这瓜也太大了吧！可惜了，咱们厉董对他这么好，他居然心肠这么歹毒。你们是闲的没事干吗？上班时间在背后嚼人舌头。明月，你可得小心点儿，你平时跟苏写意走得这么近，小心被他利用。大家平日里也没少喝写意的咖啡啊，就这么说话。明月，大家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一连串的事确实可疑。可疑？我告诉你们，甭管你们怎么说，我相信写意不是那样的人。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保不齐那场大火就是他放的。你没证据不能瞎说。可是知味跟咱们欧曼本来就有仇啊，而且厉董好。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。我之前就说过，在公司不可以随便议论。如果再让我听到有人在背后讨论这件事情，我只能请他离开欧曼了。你真的不怀疑我吗？我一直都相信你，不过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谢谢。谢烨，那天是我态度不好，写情的事，我郑重地向你道歉。谢烨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要不理我。
越是这种情况，我们越需要更多的沟通。我会一直等你。等我查清楚事情真相之后，我会回去的。所有事情的真相。厉子良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疯了吗？你这么做考虑过后果吗？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苏写意身上，然后将他斩首示众、千刀万剐，以此来保全欧曼的性命吗？可这明明就是他的错，是他购买的材质出了问题，才会导致火灾。你为了这样一个居心叵测的女人，你值得吗？我是欧曼的董事长，也是最大的股东，我会为我做的决定而负责。厉泽良，我必须提醒你，虽然你是欧曼的董事长，但是欧曼不是你一个人的。我很清楚这一点。你简直是无可救药，你这样做一定会后悔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说过，一定会还你清白。你这不是在还我清白，你这么轻易的道歉，只会让自己更为难。这事儿已经有结果了，没有必要再追究了。你重新掌管欧曼，都经历了些什么？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你今天在媒体面前说的这一番话，一定会让欧曼股价大跌。那可是你父亲经营了一辈子的产业。苏谢意，我该怎么说，该怎么做，还轮不到你来教我。欧曼该怎么处理问题，我有权利做决定。你仔细想想，这背后一定有原因。你说过的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多沟通，一起解决问题。我给过你沟通的机会，是你自己错过了。厉总放心，我一定会去的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有个小东西，相信你一定会感兴趣。这上面的流水很清楚，供应商私下给协议的账户汇了一笔钱，整整300万。谢律师果然专业。栽赃嫁祸的做得滴水不漏。不过这个流水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写意向供货商签的合同，公司可是都有备份的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你说的那个合同，我这儿也有一份。谢明浩，你居然伪造合同！协议的字你会不认识吗？不过也不难，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请权威的机构过来鉴定。那供应商是我朋友，他跟我说，是协议授意他们签订了这份阴阳合同，而且
还特别嘱咐要把 B3的极速版装进 A 级的材料包装里，所要的费用可不少，300万呢。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安排你跟供应商见面。当然了，他们的说辞也100%一样。你供货商早就被你收买了吧？他们不过是一面之词而已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我就知道厉总会这么想，所以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。苏小姐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开门见山的性格。这样吧，回购方面我可以让给你1成。2成，怎么样？苏小姐，虽然你让我们用 B3的材料替代 A 级，我们是能多赚一些，可利润空间也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。而且你知道这1成算下来是多少吗？也差不多300万了呢。我们毕竟也还是要谋生的嘛。好，那我现在发给你。卡号收到，回购的费用等我们合作完成，我就按苏小姐你给的这个卡号转出。小小经营不成经营。客气了，合作愉快。对了，要向厉总简单的科普一下，超过300万就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。按照供货商给协议的汇款，量刑至少在10年以上，甚至无期。现在人证、物证，包括协议复仇的动机可都齐了。谢明浩，我没想到你居然对协议也能下这种狠手。你心疼他，现在选择权在你手上，要么保护协议把责任揽下来，这样会直接导致欧曼信誉破产，你很清楚；要么把协议供出来，我交出这些证据，这样恐怕你以后只能在监狱里去看他了。江山还是美人，这是一个千古难题。我很好奇，厉总最后会怎么选。